从未见过如此荒凉的末日景象。在未来的22世纪，人类因为环境危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，地球上的生命物种也彻底消失。而此时，在一个封闭的庇护所内，一个带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正在苏醒过来。随着机器人手中的代码识别解锁，一组女性婴儿的胚胎从仪器内缓缓升起。机器人小心翼翼将其中一名胚胎取出，胚胎被放进了仪器内，开始孕育。在经过短短的24小时后，人类的第一个新的生命就此诞生。襁褓中的婴儿随着时间飞逝，也开始逐渐长大。女孩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小美。在机器人母亲的指导下，小美在庇护所学习各种领域的知识，而她从来不知道现在外面的世界究竟什么样。母亲只是告诉她，外面空气遭遇了污染和辐射，已经不具备让任何生物生存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在庇护所内发现了一只老鼠生物存在。这时的机器人母亲很快察觉到了异常，赶了过来。母亲拿走了小美手中的老鼠，并告诉小美，老鼠很可能携带某种感染病毒。还没来得及多解释，母亲就将其送去火化里了盒饭。这样的做法显然小美觉得有些残忍，可母亲告诉小美，这都是出于对庇护所的安全考虑。这反而让小美对庇护所外面的世界更加好奇。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困惑，深夜小美偷偷来到庇护所的气闸间，她穿上了防护服，准备出去看看。可就在此时，外面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。小美好奇地往气闸间外门走了过去，外面竟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求救声音。小美赶紧拿来了一套防护服，放在了气闸间地上，以防自己被外面的人感染。她来到里面，关闭了气闸间内门，然后再开启外门，让女人进来。可这样的操作很快引起了正在休眠母亲的注意。母亲正在往气闸间赶来，而进来的女人在小美的提示下穿上了防护服。小美赶紧让其躲起来，因为她知道一旦被母亲发现，她的下场很可能跟老鼠一样。好在母亲赶到此处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外面的女人，而小美则坦白自己只是好奇打开了大门，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。当机器人离开这里后，小美赶忙回去查看。这时女人已经因为受伤躺在了地上。小美好奇翻开了女人的包裹，竟发现了枪支武器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小美将其藏在了自己身上。随后她叫醒了地上的女人。原来女人因为受到了枪伤，不得已来到了庇护所求救，而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母亲口中所说的病毒感染和辐射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了搞清楚外面的秘密，小美打算偷偷救治女人。她将女人带到了设备室躲了起来，自己则偷偷来到医疗室取紧急救助包裹。而这时的机器人却发现了气闸间留下的氧气罩。留在设备室的女人却看到了机器人正拿着氧气罩扔进了焚烧池。女人被这一幕吓坏了，她想要找到自己包裹中的武器，却发现不见了踪影。当小美拿着药材赶回来时，女人赶忙质问她武器藏在了哪里，因为她的枪伤正是外面和母亲同样的机器人攻击了她。可小美根本不相信母亲这样的机器人会伤害人类，女人只好拿着武器威胁小美交出枪支。这时发现情况不妙的小美赶忙呼喊了自己的母亲，女人则趁机从小美身上夺回了枪支。赶来的母亲发现威胁，立马冲了上来。女人拿着枪朝着母亲开始射击，有着坚硬装甲的母亲瞬间将其制服。可这时的小美却阻止了母亲，让其不要伤害她，因为她只是害怕母亲而已。小美只是想要帮助她。这时的母亲竟同意了女人留下来治疗。母亲打算给女人取出子弹，可女人面对伤害自己的机器人根本信不过。母亲告诉女人自己是被设定成照顾人类的机器人，如果不放心可以让小美帮其治疗。女人在小美的第一次手术下成功将子弹取出，存活了下来。而女人告诉小美自己在外面的世界，原来外面还有其他人类存活，他们一直生活在矿洞中，直到有一天外面的机器人发现了他们，机器人对他们展开了追捕。他也是侥幸之中逃脱来到此处的避难所。而就在此时，母亲突然出现，打断两人的对话。母亲告诉小美，女人并没有将事情的另一个真相告诉她，她的伤口所中的子弹和她手中携带武器子弹口径一样，而机器人并不用这种枪，也就意味着是另一个人类对她开了枪。难道是女人撒谎骗了她？这让小美不敢相信。与此同时，小美进行了新一轮考试测试，这次的成绩却出乎意料地达到了98分。母亲告诉小美，他们可以开始培育一个新的人类婴儿，这次的胚胎将会是男性，也就是小美将在24小时后会有一个弟弟。而小美找到女人质问她为何要撒谎，可女人却反提问小美对子弹对比过了吗？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，小美趁着母亲在休眠期间，偷偷找到了母亲被打中换掉的手机，从取下的子弹对比发现子弹口径根本就不一样。小美不敢相信母亲为什么要骗她，而在存取的档案室，小美却发现了另一个编号002。通过母亲的手指解锁，里面出现了同样的数据记录。小美来到胚胎室，打开了存储箱，发现里面女性胚胎少了3个。从2号数据库最后的档案中发现面提示着失败的字眼，这让小美瞬间觉得细思极恐。她来到了设备室的焚化盒内，发现了2号女孩的残骸，这让小美瞬间就崩溃。她不敢相信母亲竟做出了这样的事情。得知真相的小美打算跟女人一起逃离庇护所，可圣母却告诉小美不能丢弃自己即将出生的弟弟。为此，女人答应小美先逃离这里，再找其他人来帮忙。可两人的计划还没实施，小美面对母亲表现出紧张不安情绪，让其看穿了一切。她被母亲锁在了房间，失去了权限。与此同时，母亲找到了女人，原来母亲早已经监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发现情况不妙的女人也早有准备。在母亲转身的瞬间，女人拿出手中的武器，抱住母亲一顿扎去。
母亲一把将女人甩飞出去，机器人似乎受到了破坏，出现了故障。可下一秒，机器人就恢复了正常，女人瞬间被母亲锁住脖子。另一边的小美也尝试用坚硬罐子去砸开玻璃，可不料玻璃是中国制造。这时，小美无意中发现了罐子装的正是液化弹，她将液化弹先是喷在了玻璃上进行冷却，然后轻轻一砸，玻璃就碎了。紧接着，小美拿着桌上打火器触发了消防喷点。此时的机器人发现情况不妙，赶忙出去寻找火源。女人则趁机利用推拉架挡住了即将关闭的房门，自己则趁机逃出了房间。两人很快会合，准备离开这里，可没有气闸门的权限仍然是徒劳。母亲发现是假警报，很快也赶到了气闸间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女人只好拿小美当人质。为了保护小美，母亲只好选择打开了大门，目送两人出去。来到外面，小美发现外面的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。当女人准备带着小美离开这里时，身后竟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，一架巨大的无人机朝着两人飞来。两人赶忙跑进了前方种植的玉米地，头顶巨大的无人机竟然只是在洒水作用。女人告诉小美，这片玉米地只是出现在几个月前，而这片白色笼罩的迷雾上方究竟有什么东西？好奇的小美爬上了一旁耕作的机器，上方究竟有什么东西存在？女人很快阻止了她愚蠢的行为，这很可能暴露两人的行踪。这种大规模耕种的方式让人叹为观止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出现了机器人基地。走出玉米地外面，到处已经是一片狼藉。很显然，人类与机器人进行了一场大战。女人带着小美来到一片海岸附近，一艘巨大的货轮被破坏搁浅在了此处。来到海岸边的小美第一次感受到了外面世界的美好。原来女人居住在丢弃的集装箱中，而女人告诉小美，她几年前就已经从矿洞逃了出来。至此，她再也没有见过其他人类，只见过残骸。他们根本无法寻求其他人类去救助她的弟弟。可圣母却告诉小美自己不能这么做。小美打算独自回去解救自己的弟弟，可当她来到庇护所时，外面已经有着一群武装机器人瞄准了她。女孩告诉机器人自己来找母亲。这时的武装机器人放下了武器让行。小美在这些跟母亲外貌一样的机器人目光注视下走了进去。进来的小美也是第一时间破坏了气闸间的大门装置。她拿着斧头找到了母亲，而这时她的弟弟已经出生了。小美假装要抱抱自己的弟弟，实则她想要带走男孩。她在退出房间门的瞬间将控制器破坏，母亲追出来却被卡住了脚，动弹不得。小美则趁机找到了女人留下的武器，拿着枪的小美对准了母亲最脆弱的位置中央处理器，可母亲却告诉她，这么做根本不能伤害她，因为她的本体只是一个单一的意识体，而并不载着身躯壳。所有机器人可以说都是被母亲所控制。这时外面的机器人也在强攻被破坏的大门，明知有危险，小美还是冒着风险回来救自己的弟弟。这样的做法得到了母亲的认可。当机器人说完这句话时，外面机器人破门行动也同时终止。母亲拿起女儿手中的枪朝着自己射去。Goodbye, daughter. 原来这都是一场测试，为了完成这个圣母成长计划，被创造的机器人不惜进行了人类清除计划，可谓是用心良苦。小美将替代母亲孕育剩下的人类胚胎，而故事的结尾，母亲用另一个机器人躯壳来到集装箱找到了女人，她也告诉女人另一个真相：原来女人为什么能够如此幸运活到至今，她却对自己的父母记忆非常模糊，因为她正是第一个胚胎所孕育出的人类。这恰好解释了女性的胚胎为何少了3个，而她被外面的机器人打伤都是母亲的安排，只是为了引诱她来庇护所求救，从而测试小美。完成使命的女人也将被母亲清除，这一切都在机器人母亲的掌控之中。